王渡劫时不幸被天雷劈晕，恰好被一只小白兔救下。可这只小色兔不仅趁狼王昏迷，对他又捏又弱占尽便宜，甚至还偷走了狼王从娘胎就保留的初吻，并且还在他吃干抹净之后，无情地丢下狼王，提起裤子撒丫子逃命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整个过程中狼王的意识其实一直清醒着的，只是身体一时半会儿动不了而已。恢复法力后，狼王简直气得原地爆炸，身上冒出的寒气直接把方圆10里内的花花草草冻成冰雕。等到手下们赶来时，只看见他们那个有洁癖到病态的狼王，此刻竟衣服凌乱，发丝飘散，脖子上好似还印着一道草莓状的红印子。雪狼们顿时腿一软，差点跪了。整个兽氏大陆谁不知道，他们的雪狼王可是北区无可争议的王者，是哪个不要命的兽敢趁王渡劫虚弱时对他下了黑手？此时雪幽尘冷声命令道：“哪怕掘地3尺，也要把那个雌兽挖出来，一旦发现格杀勿论。”雪狼属下们一听，瞳孔瞬间地震，居然还是个雌兽，他到底对我们的王做了什么事儿？众狼接受命令后，正准备全力搜查，可突然间，雪幽尘脑中浮现出一双清澈又灵动的眼睛。那雌兽外表娇娇弱弱，可却能承受得住他全身气息。昨晚他脸颊泛红，像朝霞映着血光，虽然记不清他的脸，但那温软香甜的触感却越来越真，甚至还有他留下的淡淡体香在记忆里盘旋。雪幽尘清冷的眸子暗了几分，随后开口道：“都停下，回来！”雪狼们闻言又立刻飞奔回来，一个个乖乖跪下，等着新命令。先撤回去吧。闻听此言，大家全都一脸懵圈，根本不懂王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但却又不敢多问，只敢在心里悄悄猜测，到底是哪位雌兽这么有本事，踩了王的雷区，还能被王轻轻放过。而此时另一边，白之翼刚逃回部落家中喘口气，可一想到刚才的那个场面，就忍不住后背发凉。昨天他还在末世用异能打丧尸，谁知被炸弹炸死后，魂穿到了兽氏大陆，成了一个美貌的雌兔兽人。原主本是大陆中心地区的皇族公主，可在成人里测出生育力为，同时还被验出是个假公主，于是家族立马将她扫地出门，原身也因此灰溜溜的回到了北区最穷的兔族原生家庭。爹爹早死，娘亲体弱，大哥上山打猎，二哥昏迷不醒，像个植物人。万幸族长舅妈偶尔会给他们施舍点肉吃。原主有天得知，只要能成为北区兽王的伴侣雌兽，就能一飞冲天，享受贵族的生活。而这位兽王正是那位刚被他检视过的雪幽尘，因此原身不管3721，趁着雪幽尘渡劫虚弱时给他喂了迷情花，这才有了昨晚的激情一夜。回忆至此，白之翼满脸无语的扶额。不过虽然地狱难度开局，但好在自身的木系异能和随身空间还在，只要不被狼王抓到，在兽氏混口饭还是没问题的。没多久，白之翼回到白家，从昨晚到现在水米未进的他，看到家人都在，便自顾自的烤了点肉吃，可吃了几串肚子还是咕咕叫，而那种必须吃饱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。他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，却连颗米都没有。想到瘦骨嶙峋的大哥和娘亲，昏迷的二哥也像个皮包骨，他立马出门，跑到河边捉了10几条肥美的鲤鱼，又在林边打了一只鲲兽，捡了几颗鲲蛋，还趁机吸收了不少植物能量，木系能小升级一波。傍晚，娘亲和大哥回到家时，脸色都不太好看，两人外出打猎一整天，结果连只小鼠鼠兽都没抓住，本以为今晚又得饿着肚子了，谁知刚走到门口，就闻到一股香到犯规的味道，莫非是饿出幻觉了吗？然后推开门一看，发现居然是白之翼在院子里热火朝天的忙活。此时的他已经把肥鱼去了刺，做成了鱼丸，鲲蛋也煮好了，留下了蛋壳当做餐具。看到两人进门，他贴心的把吃的递过去，说：“娘亲，大哥，辛苦了一天，饿坏了吧？今天我抓了好多好吃的，快尝尝。”白鹿一听，感动的眼眶都红了。女儿你吃，娘不饿，家里吃的不多。他下意识的想把果腹之物都留给孩子，但在女儿一脸期待和催促下，他终究还是接过来了。这一口下去，被喂到惊讶的眼睛都瞪大了，这东西居然这么香。白鹿以前只吃过腥气冲天的生鲲蛋，这次煮熟的鲲蛋好吃的让他停不下来，完全刷新了他对鲲蛋的认知。旁边的大哥白川更是一口气连吞好几颗，嘴里连连夸赞着妹妹太厉害了。一家人终于吃了顿热腾腾的饱饭。而与此同时，远在雪狼王族那边，雪幽尘正稳固境界时，突然感应到一股强烈的血脉链接的心灵感应，他猛地睁眼，难以置信地按住跳动的心脏。怎么可能？他居然有了自己的孩子了！要知道，兽氏大陆的普通雌兽是极难孕育王的子嗣的，更别提他还曾在魔兽大战中受过伤，而唯一碰过他的雌兽，就只有昨晚那个看起来瘦弱的小白兔。虽然听起来不太真实，但那血脉感应却是如此的清晰。来人！他一发话，雪峰和雪雷立刻现身跪下，去把那只雌兽的消息查出来，属下遵命。狼族对气息异常敏感，只要有残留，就能顺着他一路追查到人。等两个属下离开后，雪幽尘那双原本冷静的眼中浮现涟漪，一回想起他那一夜的娇喘和红晕，他哪还有心思修炼，干脆泡进深山的白骨寒池中，想用寒意压下躁动情绪。而另一边，白之翼吃饱喝足后，躺在石床上进入了梦乡。半夜迷迷糊糊间，梦见了一只浑身毛茸茸白白的小狼幼崽，软萌软萌的，用水灵灵的眼睛看着他，让他的心都萌化了。第二天醒来后，他坐在石床上打量着洞内以及简陋的小院。虽然兔兽自带毛发御寒，可一到冬天大雪封山，冰寒刺骨的环境还是让他们感到冷得要命，必须趁现在多囤点过冬食物才行。吃完早饭，他就准备跟村里的采摘队一起进山找吃的。于是，一行6人小队出发了。刚进森林没多久，白之翼就发现了一大片胡萝卜，他眼睛顿时一亮，果然原始森林里到处都是宝贝。他拿起古刀立刻开始刨土，可在旁人看来却像是在草地刨着草，那些草怎么看也不像有吃的。直到他挖出一个大萝卜后，才笑着对他们解释，这个叫萝卜，也是能吃的好东西哦。众人看到地底下还能长出跟脑袋一样大的果子，顿时惊呆了。但还有兽人比较谨慎地问，这个真的能吃吗？我们以前出来采摘食物，可有的看着像是食物，但吃了却生病，甚至还会丢掉性命，所以他们出来采摘食物，要是碰到不认识的，宁愿不采也不敢乱来。白之翼听后没有正面作答，他拿起古刀轻轻一刮，把萝卜皮削得干干净净后，直接咬了几大口，3两下就把整根萝卜啃完了。一来兽是体质容易饿，肚子压根撑不住太久，二来也是想当众告诉兔兽们萝卜没毒能吃。他一脸笃定的开口，如果你们还不放心，
心，那就等等看我会不会出事。我要是平安无事，你们再来动手挖这些萝卜也不迟。众兔兽们震惊的说不出话，眼神立马从戒备变成了钦佩。谁能想到他竟然敢亲自试毒，真豁得出命去啊！要是这萝卜真是食材，那他可是整个部落首个发现新食物的功臣。就凭这点，封他为最勇猛兔勇士都不夸张。被大家一双双崇敬的眼神盯着，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毕竟他可是从末世穿过来的，脑子里储备的知识简直够写百科全书。他知道这玩意儿叫萝卜，能吃，根本没大家想的那么英雄那么感人。就在他正蹲地里忙着挖野菜时，两只狼族手下已经把调查的情报送到了他们王的手上。雪峰、雪雷都快哭下了，他们家那个气质出尘、风华绝代的像仙兽的王，怎么偏偏被中区皇城那个臭名昭著的恶女给糟蹋了？想想都委屈的想流泪。都是我们这些属下没保护好王，竟然让白之翼那个雌兽混到王身边。不过王您放心，那个白之翼现在落到兔子堆里了，只能靠啃草为生了。我们发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刨地找草吃，还说那玩意儿能吃，这不用不了我们动手，他光靠吃草，估计1个月就得饿死。雪雷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雪幽尘一个冷得像刀子的眼神瞪得噤了声，他立马闭嘴，大气都不敢喘。王这是动怒了，难不成他说错什么话了？雪幽尘收回冰刀般的视线，低头继续翻看手上的资料。原来他叫白之翼，就是那位中区兽皇的前未婚妻，那位声名狼藉、被骂到地心的恶女。她的标签多到吓人，残害同类雌兽那档子事也传遍了兽界。可不知为何，他总觉得他不像是那种会干出那种事的雌兽，脑海中不禁又浮现出那一晚的画面。他乌发如瀑落在耳侧，肩头冰洁如玉，轻轻颤抖着，眼神却清澈的像一汪泉水，哪怕是在求饶时，声音都娇柔到能捏出水来。一想到这里，雪幽尘的指尖都微微发热。下去吧！两只狼应声恭敬退下。此时天色已晚，白之翼在兔族众人都沉沉睡去后，他悄然起身，切换成兔形态，蹭蹭蹭地冲到白天发现栗子树的那片林子，找到几棵还没熟透的板栗树，启动他的木系异能，没多久便催熟了它们，然后捡了根足够长的木棍，冲着树上的板栗球一顿猛敲。但他现在这小身板太弱鸡，敲起来真是又慢又累，而且肚子还隐隐有些莫名的沉淀，就像压了块石头一般，让他只是敲了几下就累得气喘吁吁。白之翼忍不住嘀咕，要是来一阵风，把这些全吹下来就好了。结果下一秒，呼，一阵强风突然吹过，树上的板栗球哗啦啦的全都落在了地上，关键是还精准的绕过了他，没砸着白之翼身上一点。他眼睛一亮，不会吧，真被他说中了。白之翼兴奋的像捡到宝一样，慌忙的把栗子往空间里塞，可捡着捡着，他隐约觉得有点不对劲，缓缓抬起头，结果就看到一位被月光镀上光辉的绝世美男正站在不远处。他一头漆黑长发披散着，整个人沐浴在月光中，仿佛从山林中走出的神灵，仙气飘飘，美得让人窒息。他看傻了眼，一度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可当看清那俊美冷冽的脸时，被他故意忘掉的记忆一下浮现了上来。这不是昨晚那个雪狼王雪幽尘吗？完蛋了，他不会是来清算的吧？嗖，他转身就逃，带回到部落窝里，左右看看都没人追来后，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虽然不知道那狼人突然冒出来是想干嘛，但本能告诉他得离他远一点，命保得住。雪幽尘望着早已跑没影的白之翼，原本平静如水的眼眸悄悄晃了一下，又溜了。他抬眼望着眼前的板栗树，低声自语道：“你该不会就喜欢这些吧？”那一晚，白之翼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愣是睡不着，直到后半夜才昏昏沉沉的睡去。因为他一闭眼，脑子里全是雪幽尘那张逆天的脸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被一阵喧闹声吵醒了，耳边隐约传来些怪怪的话：“娘，这堆板栗是你让人准备的吗？”“我没有啊，这不是你们昨天摘回来的。”“不是啊，昨天那些板栗根本没熟，压根踩不动啊。可一夜之间，这院子里居然堆满了板栗，关键是毛刺壳全都去了，直接就能吃。”白川一脸震惊地说着。白之翼心头一闪，一个翻身就从山洞跳到了院子。只见院子角落整整齐齐码着一堆板栗，全都去刺壳处理好，像是给他量身准备的似的，贴心的简直离谱。白之翼环顾四周一圈，心里一个机灵，不会是昨晚那雪幽尘干的吧？妹妹，你知道这事？闻听此话，白之翼连忙打马虎眼道：“昨天晚上我睡不着，就去外面捡了点熟板栗回来，这些能囤起来冬天吃。”白鹿皱着眉问他有没有磕着碰着，身体还好吗？白川也在一旁紧张地盯着他看。白之翼安抚道：“别担心，我就在部落附近转转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”白鹿这才放心，以后想吃什么告诉娘，别大半夜自己跑出去，太危险了，哪怕就在家门口也不行。白之翼连忙点头，他是真不敢在半夜乱跑了。雪幽尘果然不是一般人，那身上的压迫感简直能把人拍晕。兽氏大陆最强等级就是9阶异能，听说他已经是9阶巅峰，光动个脚趾头都能把他秒成渣渣。结果他今天竟然直接把板栗送到他家门口，这是在敲打他，还是表态他已经知道他的住处？一想到这，白之翼整个人都蓝瘦香菇了。小伙伴喊他一起出去采摘，他硬是没敢动地方，生怕又撞上那尊大神。等大家都出门了，白之翼才悄悄溜到二哥白雷躺着的地方，伸手一把脉，发现二哥的情况依旧没变，他还没找到真正的灵药，只能靠木系异能一点点地帮二哥清毒。时间久了，二哥应该能醒。这几天，白之翼几乎都缩在家里不出门，不过他娘白鹿却每天大丰收，猎物多到都快堆不下了。白之翼也变着花样下厨，给家人做好吃的。饭桌上，白鹿感慨万千，最近这运气好的不得了，天天遇上被追伤的野兽，我和你老舅轻轻松松就拿下了。闺女，你放心吃，不够娘再出去给你打几只。因为连续几天的收获，白鹿信心暴涨，她能感觉到女儿饭量越来越大，但还好自己打猎也越来越有手感。白之翼也察觉了自己现在怎么吃的越来越多，而且饿的也越来越快。虽然他努力节制，可每天大半的食物还是进了他的肚子。但娘和大哥却看他眼神都亮闪闪的，因为白之翼刚被赶回来那会儿，一句话也不爱说，饭也吃不下，瘦得跟猴似的。如今能吃能笑，一家人看着他都乐开了花。白之翼从没怀过崽，所以压根没意识到自己为啥能吃得这么猛，并且打猎这事儿，白之翼是真有点摸不着头脑。他娘最近运气
气爆棚，打猎次次大丰收，几乎天天都能扛头野猪回家。要搁以前，2、3天猎杀到1只野猪都得谢天谢地，以至于他这几天大鱼大肉吃的嘴都腻了，竟然开始惦记起大米饭和馒头香了。吃完早饭，他就喊上之前一块采摘的小伙伴们，还拉上大哥白川一起上山找吃的。小伙伴们得到消息后，全都激动的不行。白之翼，你终于肯出山了，太棒了！你上回教会了我们挖蘑菇和胡萝卜，我们最近又挖了一堆呢，哪怕家里人打不到野兽，咱也不怕饿肚子了。还有谢谢你教的蘑菇萝卜汤做法，煮出来那味道香翻了，直接生吃，那根本没法下嘴。大家七嘴八舌的围着他说个不停，眼里全是光。之翼被大家的热情逗得咯咯笑。一行人浩浩荡荡上山去，之翼说往哪走，大家就屁颠屁颠的跟着走。走到山途的北边时，他顺手采了些木耳，还教大家怎么泡木耳，怎么炒才好吃。大家听的那叫一个认真，眼神都亮得跟灯泡似的，一个个冲着木耳就开挖了。之翼在附近晃悠了一圈后，结果又让他发现了红薯，眼前顿时一亮，有红薯那就能搞糖做淀粉了。他赶紧挖了一大堆丢进空间，心里想着用一些红薯做种，明年春天就在部落边上开垦块地，够大家吃上一辈子的。然后他把大家喊过来，告诉大家这个叫做红薯，只要用水煮一煮就能吃。大家听了都激动的不行，白之翼你也太牛了吧，这才多久又发现新食物，以前我们兽人压根不知道这些能吃，蘑菇、萝卜、红薯全没人动过，满山都是，现在知道了，简直就跟进了食物宝库，家里有吃的就安心多了，不怕打不到猎物了。说完，大家就一窝蜂开挖，不一会儿功夫，背篓就全装满了。岩羊感慨着道，还好有这些野菜顶着，最近猫族狩猎的频率太猛，很多野兽都被他们猎杀了，我们兔族能打到的猎物都变少了。百草草皱了皱眉，猫族是不是故意针对我们兔族部落？秋实摇摇头，可能不是，我爹娘打猎时不小心听到他们说话，说是要给他们未来的部落添椒补吃的。白之翼听到这神情一动，是卡塞吗？卡塞就是他大哥白川的前妻，2年前大哥刚成年时就是5阶勇士，作为当时兔族里的强者之一，大哥被选中跟猫族族长的闺女卡塞连了婚，可新婚夜却被猫族族长强行灌下鹿血酒，让大哥直接昏了一整晚。第2天醒来后，实力直接从6阶掉到了2阶，卡塞开始嫌弃他，当场就把他扫地出门赶回兔族。居然是他，听说他已经突破6阶了，怎么可能？他之前不就3阶吗？不过刚成年有3阶也挺猛了。当然，咱家娘白鹿年轻时就是6阶啊，他当时在皇城可是被各大部落的追捧和争抢，只是自从去了中区皇城一趟回来后就失忆了，实力也从6阶掉到了3阶，这些年一直都没什么起色。还是前段时间白之翼回来后我们才知道，他当年居然把亲闺女都忘在了皇城。猫族跟我们一样都是低等部落，因此卡塞能爬到6阶真的太不可思议了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皇城哪个权贵雄兽看上了。我还听说他都快成雪狼王的伴侣雌兽了。听到这话，众人脸色齐刷刷变了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，是猫族那些狩猎勇士说的，不是我编的。兔族众人没人希望猫族和雪狼族有啥勾连，平时狩猎的时候猫族就老欺负兔族，大家提起卡塞和猫族没一个有好印象。这时白川低下头，双拳紧握，满脸都是自责。之翼摸着下巴分析起来，所以说最近才不好打猎。白草草点头，对头，就是这样。然而之翼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这几天猎物明明少得可怜，可娘亲和舅舅偏偏天天都能背着满满一堆的食物回来，关键娘亲说的还很轻描淡写，一点都不费力的样子，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。他突然想起那天早上醒来院子里出现的栗子，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是那个人？随后他又摇摇头，不可能吧，我居然以为那是雪幽尘搞的，原主名声那么臭，雪幽尘作为北区王兽，随便一查就能知道他的底细，怎么可能帮他？我可没这么大脸。白之翼想了片刻后开口，走吧，咱们先撤回去，得找个时间探探猫族那边到底啥情况。他总觉得猫族好像在故意整他们兔族，要真是这样，他可不会手软对猫族下狠手。正打算往回走的时候，白之翼忽然耳朵一动，听见了动静，嘘，众人立马噤声，赶紧躲起来。白之翼话音刚落，大家迅速变身兔子钻进了周围的洞里。没过多久，2个猫族雄兽路过此地，刚才好像听到点动静，怎么啥都没瞧见？可能咱来的太晚了，他们走远了，可真便宜他们了。要是逮住几只战斗力不错的兔兽，咱们这回肯定能立大功。没错，但关键是得先把白川找出来，先弄死他，然后再灭了兔族一族，这样卡塞嫁给那个兽夫的事就能彻底抹干净，更方便他做雪狼王的正牌雌伴。当初原本算计让他死在野兽爪下，结果他命硬跑了出来。这2个猫族都是4阶强者，自信的很，所以才敢来兔族地盘上巡逻。他们一边聊一边走，压根没察觉兔子们就在旁边，反倒是白川听得脸都白了，双手死死扣着树洞边，强忍着情绪翻涌。白之翼默默聆听，整个人却如寒冰笼罩，眼神里满是杀气。2个猫兽继续说着，就算白川逃了也无妨，勇士们早已围攻他们部落首领和白川的娘，只要抓到他们，白川自然就得现身，到时候想宰他轻而易举。而且兔族没了首领，咱们直接拿下他们部落也是轻松事。话还没说完，一阵冷风陡然刮过，树叶瞬间枯黄飘落，那是白之翼动用了木系异能，唰的一下，他瞬移到一名猫兽面前，刀光一闪，当场结果了对方。另一只4阶猫兽反应过来，立刻朝白之翼出手。白之翼刚强行吞噬自然灵气提升实力，身体一时吃不消，肚子都有点抽疼，但他顾不上这些，今天他必须杀了他们。他白之翼最护短，谁敢动他家人那就死。这时候白川他们也反应过来了，纷纷冲出来支援。白川第一时间就冲到妹妹面前，哪怕没啥战力也要拿命护妹妹。白草草咬牙爆发，腾空一跃，直接挡在白之翼身前，手中利刃劈向猫兽。其他人也没闲着，迅速挥动骨刀抵挡猫兽攻击，可就听咔嚓一声，他们的骨刀竟被震得碎裂开来。在场最强的也才3阶，打起4阶来差距太悬殊，但就算如此，他们也拼了命要护住白之翼。猫兽暂时被牵制住，给了白之翼喘息机会。看着众人都受了些伤，白之翼心中五味杂陈，他咬紧牙关，举起手中骨刀，然后汇聚全部的木系异能，抓准机会一刀刺向猫兽的咽喉，一击完成击杀。但还没高兴半秒，白之翼的肚子就一阵剧痛，头也开始发晕。他赶紧扶住身旁的树，强忍着恶心感，之翼你怎么了？
知意你还好吗？我们赶紧送你回去。大家都顾不得震惊他的战力，一窝蜂上前关心他。白知意稍微缓了口气才开口，我没事，辛苦大家了，真的谢谢你们。他看着伙伴们的伤势，满脸愧疚道，等回去后我给你们治伤，先回部落等我。说完，白知意便回兔子本体，正要往另一个方向奔去时，白川一把抓住他，妹妹别去。他已经猜到白知意要干什么了，但白知意头也不回，大哥，我非去不可，放心，我不会有事，你快带大家回部落，告诉所有兔兔立刻进入战备状态，我担心猫兽会出其不意地杀进我们部落。听到这话，大家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此时此刻保住部落才是关键。说完后，白知意再次凝聚异能，他记得母亲的气息，能大概感应出模糊的方向，确定方位后，他便化作一道光影飞驰而去。而此时白鹿正和白知意舅舅并肩作战，6个猫族勇士把他们团团围住，眼看古刀就要刺中白鹿，白知意顾不得其他，一头冲进包围圈护住娘亲，急速吞噬异能横扫全场。可他的身体也因此超越身体极限，顿时喷出好几口血。知意，白鹿惊呼了一声，脸色吓得惨白一片。白知意整个人都快站不稳了，他本来算准了异能不会溢出，可怎么肚子突然这么疼，疼得他连异能都凝聚不出来了。与此同时，正闭关中的雪幽尘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立刻破关而出。他经过之地，寒气如潮水般蔓延，吓得雪狼们个个脸色大变，一时间以为是魔族杀到了，可部落没有传来任何战鼓声，这才意识到主子是主动终止闭关出山了。众人心里满是困惑，修炼中途出关对修为可不是小事，主子究竟遇到什么了？雪幽尘风驰电掣般冲到白知意身边，一手扶住他几乎倒下的身子，同时衣袖轻轻一挥，那6只猫兽像破布一样被扇飞了出去800米远，个个倒地吐血，再也爬不起来。还没等他们开口求饶，身子就直接炸成了一片灰烬，看得白大山瞠目结舌。等他转头看雪狼王时，双手双脚都不知道往哪放了。白鹿也只觉得身体发出的很，这辈子哪想到他们这些小小的兔手居然也能见到雪狼王了，更别说雪狼王还怀里抱着他闺女，他连动都不敢动，更不敢开口问。那身上冷冽到极致的气势，让他们连迈步都不敢了。场面突变让白知意一下愣住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股温暖的力量就缓缓注入了他体内，原本剧痛的肚子也慢慢缓和了下来，全身都轻松了不少。白知意猛地睁大了眼睛，这才看清眼前俊美的像画中仙的人，正是雪狼王本人。他吓得整个人条件反射的一缩，雪幽尘轻轻按住他，柔声道，小雌性别乱动。因为白知意吸收异能过量，身体被严重反噬，他正将自己的力量渡给他，为他修补受损的身体。在他治疗下，白知意只觉得浑身像泡在暖泉里一样舒服。他怔怔看着雪幽尘，不得不说他真的帅得离谱，光是盯着他就忍不住回忆起那天晚上的事，一些画面不受控制的浮上脑海，让他一阵脸红心跳。雪幽尘眉头微皱，见他情况稳定了，才抬手替他轻拨散落的发丝，温柔道，今天别逛了。他的声音冰冷中带着低沉磁性，那尾音一挑，轻易就能撩动人心。白知意有些尴尬的抽了抽嘴角，现在他被他抱在怀里，身体虚弱的连走路都困难。他不是不想逛，他是怕被这位大佬找事清算，毕竟刚才他随便一挥衣袖，6只猫兽就被秒成了灰，这实力堪称恐怖如斯。白知意眨了眨眼，轻声道，刚才谢谢你。雪幽尘看着他那双干净水润的眼睛，心头忽然软了一下，他低声说道，你怀了我的孩子，护你照顾你是我应尽的责任。这句话就像一颗炸弹突然扔了下来，白知意脑子瞬间炸开，你说什么？我怀了你的孩子，一次就怀上了？之前他根本没往这方面想，现在一下子联想到好些异常，比如最近老是梦见一只通体雪白的小雪狼，饭量大了，吃完还总是饿得快，还有刚才一用木系异能，肚子就开始剧痛。他突然惊喜地睁大了眼睛，摸着肚子一阵激动，我宝宝没事吧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刚才身体有点受伤，会不会伤到他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很喜欢宝宝。雪幽尘看着他一脸担心的模样，伸手轻轻揉了揉他的发顶，温声安慰，别担心，他很好，一点事都没有。还有，谢谢你愿意为我孕育子嗣，我知道这会很辛苦，接下来我会好好照顾你。白知意这才松了一口气，那就好。等雪狼王雪幽尘亲自抱着白知意回到部落后，整个兔族部落瞬间沸腾了。雪狼王不但干掉了来偷袭的猫兽，还把白知意肚子里的孩子也保护好了。兔兔们喜气洋洋，觉得从今以后部落稳了，再也不怕猫兽来犯了。山洞里，白知意坐在石床上，看着床边那个气质清贵的雪幽尘，总觉得自己这个破山洞怎么都配不上他这股仙气，他能来真是太委屈他了。但雪幽尘却一点都没有不自在的样子，温柔开口，你身体还有哪不舒服的地方吗？白知意摇摇头，没有了，现在感觉好多了。吃下雪幽尘给的灵丹后，本来像碎掉的身子，现在只是有点虚弱。他还给他灌了大量力量，那些可是珍贵无比的能量，他却毫不犹豫地给他用上了。原本看着冷若冰霜的这只大白狼，其实温柔的让人心里发软，尤其那双眼睛带着浓浓的关心。可白知意心里还是不敢多想，毕竟他是因为怀了他的孩子，他才这样待他。白知意对上雪幽尘的眼神时，只觉得那双绝艳的眸子能把他的魂都勾走，心跳的跟鼓似的。他心头一慌，低头小声说道，那天晚上其实我不是故意的。话一出口，他真想咬掉自己舌头，这种鬼话说出来谁信啊？那迷情花分明就是他下的，虽然是原主干的，但他刚穿越过来，现在就是他了。雪幽尘没说什么，只是淡淡的开口，那你为什么要逃？白知意猛地抬起头，心虚的要命，都不敢直视他那眼神。雪幽尘仔细看着他的神情，得出结论，怕我。白知意睫毛轻轻一颤，内心慌的一批，你是雪狼王吗？我是一个普通兔子，还因为迷情花跟你，我怕你生气，所以想着我要是躲远点，这事是不是就能当没发生过？他试图解释，不是想靠孩子攀上他只是想回家陪家人过点平静日子。说完这番话，白知意感觉周围气息瞬间冷得发慌，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雪幽尘微眯着眼，你是想一笔勾销，睡完就溜，用完就扔？你聊完人家，现在当什么都没发生？他的声音冷到刺骨，释放出来的寒意仿佛能穿透骨头钻进心脏。白知意只是感受了一下这压迫感，就知道他是真的生气了。这语气怎么听都像在说他是个没责任心的渣兽。他忽然想起，这是兽世大陆啊，在这里要是雌兽睡了雄兽又不负责，确实挺过分的。现代人的逻辑在这里完全
颠倒了。他本来以为雪幽尘是兽王，肯定不屑让他负责，巴不得他滚远点，但现在看好像不是这么回事。白之翼眼神飘忽不定，不太敢看他，支支吾吾道：“是跑了，我就是一晚上没回家，怕我娘他们急，想着赶紧回去看看。”雪幽尘眉头一挑，没戳穿他，只是似笑非笑的盯着他。那然后呢？白之翼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说：“你是雪狼王啊，我们北区的兽王，哪会看得上我这种小兔子？而且我名声也不好，不敢多想。”雪幽尘低声开口：“你既然知道我是谁，那也该知道，招惹了我就别想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那个，我可以补偿吗？”说着，白之翼伸手轻轻扯住他的衣袖道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雪幽尘定定地看着白之翼，那双眼睛如同漩涡一样，仿佛要将他全部给吞进去。白之翼突然间感觉到口干舌燥，只是被他眼神一看，全身都仿佛酸软起来。白之翼咽了咽口水道：“你想要孩子吗？”雪幽尘伸出手来，轻轻撩开他的头发，手指轻抚他的唇瓣，眼底带着势在必得的神色。此刻的他身上气势释放出来，没人能拒绝他。雪幽尘手环住他，直接吻了下来。白之翼全身狠狠地站立了起来，他发现身体不受控制的想迎合，全身都仿佛过电一样酥麻的厉害，渐渐地吞噬着他所有的气息。过了许久，雪幽尘才微微放开白之翼。此时白之翼软得一塌糊涂，整个人只能靠在雪幽尘的怀里平复呼吸。雪幽尘就这样抱着他，轻抚他的长发，缓缓低头在他耳边道：“要你怕也没用，逃也没用，招惹了我便不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从今往后，我是你的受夫，他要的是他的全部。”白之翼听到这番霸气十足的话，只觉得心弦都狠狠颤动了。受夫，雪狼王雪幽尘成为他的受夫，这是白之翼想都没敢想的事情。白之翼也知道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他的任何反抗都没有用。不过雪幽尘做他的受夫，他真的不吃亏。不过思想到什么，他开口道：“那你也不能跟猫族卡塞扯上关系，他要为大哥报仇，绝对不允许卡塞攀附上雪幽尘。若是卡塞真的攀附上雪幽尘，背后有雪狼族撑腰，他要为大哥报仇就很难。”听到这句话，雪幽尘清冽的眼眸中眼波似水，神色比刚刚柔和了一些。他好似宠着他道：“没有别的雌兽，除了他没有任何兽，他要是惹你不高兴，那便灭了他。”雪幽尘轻飘飘地说出这样一句话来，仿佛只是最简单的一件事，或者灭了整个猫族，只要你高兴。白之翼心弦狠狠一颤，他看向雪幽尘，对上他温和又淡漠的眼眸，意识到他是认真的。白之翼可不敢拿瞧雪狼王，没事，我自己来解决吧。他不是依靠别人的人，若是依靠依赖成习惯的话，他怕自己沉沦就变得不是自己了。眼下因为雪幽尘的出现，猫族任何猫兽都不敢再对兔族做什么，正好方便他为大哥报仇。好，本以为要好好解释一番，没想到他只要说他就答应，好像很尊重他的想法，很支持他一样。这种感觉让白之翼心里其实挺舒服的。他定了定心神，待平顺呼吸后问道：“对了，那天的板栗是你送来的吗？”“你喜欢吃，我再多弄一些过来。”“不用了，那些就足够了。家里地方小，食物太多储存不了，空间又不想暴露。还有我娘我舅舅最近打猎，猎物增多，也是你安排的吗？”“是他让手下安排的，只是这2天有别的重要的事情，他调手下去处理，却没想到就是调离这2天，就发生了意外。”雪幽尘眼底掠过一道危险的暗芒，虽然之前白之翼心中有猜测，但却不敢相信，心里若说不触动都是假的。想象中的报复没有，倒是多了一个兽王做受夫，估计能气死想要成为雪幽尘受夫的卡塞。这样挺好。白之翼眉眼弯弯，露出一个明亮的笑容，甜糯道：“谢谢你，这几天因为那些食物，我没有饿肚子。”雪幽尘清润道：“以后你也不会饿肚子，我来照顾你和孩子。”白之翼真诚地感谢雪幽尘，这几天担心的心情也落到了实处。随后白之翼继续解释道：“我大哥本来有5阶实力，但从猫族回来实力就没了，我怀疑跟卡塞有关，而且他们还想杀了大哥，所以我想弄清楚这件事，再报仇。”雪幽尘眼底掠过一道忧色，冷冽道：“你大哥被挖了天赋骨，实力被掠夺了。”听到这句话，白之翼心中一惊，所以我大哥是被卡塞算计了。卡塞突然间从3阶到了6阶，是因为夺了我大哥的天赋骨力量吗？雪幽尘安抚地摸了摸他的头发，温声解释道：“只有极少数的兽生来便有天赋骨，修炼速度快，能快速提升自身力量。你娘拥有天赋骨，只是10多年前碎裂掉了，所以实力变弱。你大哥天赋骨没了，所以现在才没有任何实力。一般来说，没有人能挖去对方的天赋骨，除非拥有魔族血脉。魔族有的人能吞噬别人的能力为己所用，当然必须对方对这个人毫不设防，极为信任，才有一丝可能成功，否则也是九死一生。若是猫族人做的这件事，便涉及到魔族的事情，我来处理，你不必操心。”白之翼也意识到这件事可能牵扯甚广，比较棘手，涉及到魔族的事情，暂时不是他能参与的层次。好，过了一会，白川轻轻拍了一下山洞中间的草帘：“妹妹，我刚刚蒸了一些红薯，还热乎着，现在可以拿进去吗？”他也是才从娘那里知道，原来妹妹怀了雪狼王的孩子。白川心中激动不已，他要当舅舅了，他生怕妹妹和妹妹肚子里的孩子饿着，赶忙将红薯蒸熟了。白之翼也闻到了红薯香味，他看了看雪幽尘，雪幽尘点头道：“这里是你的家，言外之意，这里的一切他自己做主。”让白之翼内心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，他笑着开口道：“大哥，你进来吧。”白川用叶子包着红薯，用篮子提着装了好几个拿了过来。待看到雪幽尘，白川还是能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威压，都感觉无法呼吸了。白川要跪下行礼，他怕给自己妹妹添麻烦。雪幽尘手指一动，一股力量拖着白川没让他跪下。“大哥，我是之翼的受夫，大哥不必行礼。”这句话让白川都仿佛被雷劈了一样，反应不过来。受夫。白之翼点头道：“是这样。大哥，你是不是回来后经常觉得骨头那里疼？”白之翼用手指了指大哥后背骨头那个地方。白川愣了一下，然后用手捂着后面的地方道：“妹妹，其实没事。”他努力想掩饰点什么，但看他的神色，白之翼如何能不清楚？“大哥，你可能被卡塞算计了，你的天赋、你的能力都被卡塞给夺去了。他正是因为夺了你的力量，才会在短时间内提升到6阶。”白川听到这番话，脸色大变，脸上的血色都一下子褪去了。一直以来想不明白甚至怀疑的事情得到了证实，让他的心中极为痛苦。白川自嘲一笑：“原来如此。”白之翼看着大哥这个样子，担心道：“大哥，你不要担心，你的实力一定会恢复的。”他希望看到意气风发、自信爽朗的大哥。白川平复下心中翻涌的情绪，将红薯递给妹妹，便
便识趣的快速退下去了。白之翼把红薯递给雪幽尘道：“这是蒸的红薯，你尝一尝。”雪幽尘接过白之翼递过来的红薯，清冽的眼眸露出微微诧异的神色。这是食物，是他从未见过的食物。白之翼笑盈盈道：“对啊，这是我们在后面山林里挖的食物，这叫红薯，很好吃的。”白之翼说着，剥开红薯皮开始吃了起来。看着白之翼眉眼弯弯，脸上带着甜美的笑容，雪幽尘意识到他喜欢吃这个山上挖的食物吗？雪幽尘学着白之翼的动作剥皮，然后吃了起来。白之翼眨巴着眼睛，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他道：“味道怎么样？”雪幽尘看着他的眼神，突然间觉得有些好笑，温雅道：“不错。”他想到属下调查来的消息，说他那会只能挖草挖地里的东西吃，他有些头疼的捏了捏眉心，是认知的错。白之翼明媚一笑，带着自信耀眼的光泽，在别的兽人眼中，我们北区多么不好。其实我们北区的山林里物资太丰富了，食物很多，更何况明年开春，他就打算带着部落众人开辟田地，种植农作物，所以到那时候哪怕不狩猎，食物都能自给自足，甚至都可以养一些鸡鸭鹅，让他们下蛋吃。北区的大雪也很漂亮，只要搞好了基建，冬天就不会冷。雪幽尘心神一动，看着他的时候神色更加温柔。雪幽尘想说什么，但看到他嘴角沾着的一点红薯，他拿出手来，轻柔的给他擦去，指腹轻轻擦过白之翼的唇瓣，沁凉的温度带起的触感，让白之翼感觉自己嘴唇都酥麻过电了，心弦更是颤了颤，忍不住心中腹诽，不动声色间都能撩人心魄，让他招架不住，美色惑人，真要命啊！吃过早饭后，雪幽尘便交代白之翼照顾好自己，他则回去雪狼族要处理一些事，猫族那边的事情需要处理一下，我先回去一趟。涉及到魔族的事情并不是小事，这意味着有魔族血脉混进了北区。白之翼也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，他认真道：“放心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”不过他也有些担心的看着雪幽尘：“你要小心。”好。雪幽尘感觉有太多的话想交代他，终究还是只是抱着他，低下头吻了吻他的唇瓣。过了许久，他才放开白之翼，低声沙哑道：“乖乖等我回来。”好。待雪幽尘离开后，白之翼也没闲着，准备上山寻找食物。得知白之翼要出去，白鹿虽然不放心，但看女儿坚定的神色，只能去找了自己大哥5阶的实力，再加上白之翼自身也有一些实力，安危应该不成问题。白之翼一边在路上走，手一边去碰一些草丛，吸收一些木系异能力量。路上看到了一些小山枣、山楂，白之翼也没急着采摘，他先多逛一逛，找重要的食物。但逛到中午的时候，也没发现什么重要的食物，白之翼只能先爬上树，从高处看一看。白硕看着妹妹要爬树，二话不说的带着她一跃而起上了树。白之翼感慨道：“还是大哥厉害，5阶实力就是不一样。”白硕可不敢自夸，雪狼王那才是真正的天才，据说一出生就拥有2阶实力，现在也才20岁，却都9阶实力了。白之翼也知道，整个兽氏大陆现在9阶实力就那么几个。刚想说什么，他突然间在远处山坡上看到了一片黄豆。白之翼不敢置信的使劲眨了眨眼睛，确定是黄豆，整个人都激动起来了。他脑海里闪现出豆腐、豆浆、豆腐脑等食物，炖豆腐汤、炒豆腐，用豆腐炖鱼等等。而此时白硕也感觉到这一颗妹妹身上的气息变了，他顺着白之翼的眼神看过去，只看到了一片草丛，都泛黄了，那有什么东西吗？他怎么看都没看出来，但白之翼却很激动，直接从树上一跃而下。大哥，去那边！白之翼跑得飞快，白硕虽然心中疑惑，但也一跃而起，跟随着白之翼快速来到山坡的地方。白之翼看着白硕道：“大哥，你先帮我看着周围有没有危险的野兽，我先把这些黄色的豆子采摘回家，还有地面掉的这些是黄豆，是食物。”白硕怔了一下，询问道：“妹妹，你确定吗？这些都是草的种子。”虽然知道妹妹前段时间帮忙找到了新的食物，但这些黄豆看着太小了，在他的认知里，这些都是各种各样草类种子。他摘下来一颗放进嘴里吃，极硬，一点口感都没有，而且不够塞牙缝的，这种东西如何能做食物？白之翼耐心解释道：“白硕大哥，这些真的是食物，叫黄豆，不是直接吃的食物，需要一步步制作才能变成食物。”白硕看着白之翼脸上自信从容的神色，开口道：“妹妹，我来帮忙一起采摘，会快一些。现在都已经中午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早早采摘完可以早点回家。”好。白之翼把黄豆都装好后，又把砍的苎麻捆绑起来道：“大哥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这些黄豆泡好后，今天把石磨做出来，明天就可以做豆腐了。”就在这时候，白硕突然间感觉到什么，脸色大变，不好，有魔气，我们快走！话落，他拉起白之翼便疯狂的往前跑，沙沙沙，空气中仿佛有一个尖锐的声音在操控什么。白之翼只觉得这个声音阴冷无比，他一边跑一边转头看过去的时候，看到了2只周身萦绕着黑气的巨大野兽，这是被魔气侵袭魔化的标志。这2只魔化的野兽身形巨大，跑动间地面都跟着震动，眼看着这2只野兽一直追杀着他们。白之翼凝神道：“我们不能将他们引到兔族部落那边。”白硕也意识到这一点，他用力量将白之翼送到了树上，紧接着他迅速回神，手中的长刀横扫，劲气直接砍伤了一只野兽蹄子，随后弯腰冲着野兽划了过去，长刀直接从野兽下面划破后，野兽疼得狂暴，继续朝着白硕攻击，另一只野兽则朝着白之翼所在的树不断的撞击。白之翼感觉整棵树都要被撞倒了，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，白硕已经解决掉那只野兽，飞跃过来，身形速度极快，直接刺穿了野兽的身体，这只野兽也轰然倒地。白硕这才擦了擦脸上的血迹，他顾不得自己，担心的看着白之翼道：“妹妹，你还好吗？”白之翼看着白硕的眼神，觉得他真的适合做兔族部落的首领，遇到危险反应极快，临危不惧，眼神坚韧坚定，身上有一种少年的锐气。白之翼从树上轻松的跳下来，笑着道：“大哥，我没事。”他手上戴了一个手镯，这是雪幽尘给他的保护法器，关键时候可以帮他挡去致命攻击。大哥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回去。这2头野兽不知道怎么带回去，感觉很重。白硕耐心解释道：“妹妹，被魔化的野兽不能吃，吃了后也容易沾染魔气，被魔气侵袭。只是正常情况下，迷雾森林交界的地方，结界每隔100年都会被雪狼族雪狼王加固，如今却魔气入侵，可能结界出了一些问题。”这是白硕心中的猜测，具体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，只是心中沉甸甸的。若是魔气一直侵袭，森林里的野兽都不能吃了，北区的食物就成一个问题。白之翼感觉今天跟白硕出来，倒是了解了不少事情，他心中有了猜测，问道：“其实很多兽人不愿意来北区，甚至有些部落都想迁徙离开北区，
不光是因为这里气候环境食物的问题，还因为隔着结界近，容易被魔侵袭或者被魔族入侵杀了，是不是？白兽点头道，确实如此，但因为有血狼族，血狼族驻守在那边，一般不会出问题，但很多兽人还是觉得在别的区更安全一些。了解了这些，白之翼都有些心疼雪幽尘，好像他身上肩负的责任更重，而且这次魔气侵袭，也不知道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两个人一边讨论着，一边收拾了东西，快速回了兔族。回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而且天空打着雷，开始下雨了。待看到他们回来，白鹿和白川才松口气。白川默默上前帮着妹妹把背篓东西都拿下来。白之翼看着大哥的样子，想到白兽斩杀野兽的样子，心想大哥五阶实力的时候应该也是那个样子吧，自信从容，坚定勇敢。因为下午碰到魔气侵袭的野兽，所以白大山以及诸氏便来找白鹿一起讨论这件事。我们兔族部落的兽人也不能一直待在部落不出去，没有食物吃会饿死。可是若是再碰到被魔气侵袭的野兽，我们兔族的兽人也会更危险。好端端的怎么会有魔气？会不会是结界的问题？应该不是。会不会有魔兽人藏匿在北区这里？好像猫族卡塞就有魔族的能力，说不定他就是魔兽人。眼下还是要以食物为重，再过几个月就入冬了，时间也很紧迫，也要多狩猎才行。要不组建狩猎队和采摘队，大家结伴活动会安全一些。就在他们讨论这些的时候，门口传来哭泣的声音，还有拍打院门的声音。首领，首领！一听这个声音，白大山一下子站起身，是格斯。白大山和诸氏都冒着雨打开门，看到果然是格斯。格斯一下子跪下来道：首领，求求你救救我阿奶吧！我阿奶她被雷惊着摔了一跤后就昏过去了，我怕我阿奶醒不过来。格斯还是个小孩子，此时都一副害怕的样子。白大山和诸氏赶忙拉起格斯，别担心，我们过去看一看，马上让白硕去找巫医大人。白之翼刚把黄豆用水泡好，想到自己会木系异能，也跟着过去看一看。待白之翼来到一个小山洞的时候，就看到了里面躺着昏迷不醒的一个老奶奶。因为有异能力量，所以她也有夜视能力，能看到老人家瘦的皮包骨头，一看就营养不良的样子。再看旁边哭着的格斯，据说已经12岁了，但很瘦很小，看起来也就8、9岁的样子。再看山洞空荡荡，院子也几乎什么都没有。白之翼才意识到部落的严峻情况比他想的都严重。巫医大人来了！只听有人喊了一声，紧接着一道惊雷闪过，白之翼一下子看到了从外面走进来的绝艳少年。他看着18、9岁的样子，身姿修长挺拔，虽清瘦却很高，穿着一身黑色锦袍贴合着身体，走动间无声无息，仿佛笼罩在黑暗之下。他进屋一瞬间，视线恰好也落在了白之翼身上。那一瞬间，白之翼感觉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住了，有一种仿佛被什么给锁住的感觉。白之翼对上他的眼眸，只觉得他那双眼睛带着摄人的气息，专注看人的时候，仿佛能勾人摄魄。白之翼一看便知道，此人虽然看着苍白虚弱，但实际上实力很强大。白之翼也无法判断他到底有怎样的实力。巫医大人，求求你救救我阿婆！格斯一看到巫医到来，立马上前跪下求巫医。叶无兰伸手轻轻扶起格斯，轻声道：别怕，你阿婆不会有事。这回白大山也回过神来，低声恭敬道：大人，林阿婆情况不太好，你帮她看一看，若是需要什么草药，部落的人去找。无妨，叶首领不必如此，我既是部落巫医，自当尽力救人。叶无兰上前来到床边坐下来，伸手给格斯的奶奶林阿婆把脉。屋内静悄悄的，谁也不敢打扰她诊治。之后叶无兰拿出银针来针灸，她手指的速度极快，银针仿佛带着一股力量。过了许久，叶无兰收了银针道：她的情况暂时稳定下来了，先让她好好睡一觉，明日我熬了草药送来，只是光治疗喝药没用，她需要吃很多食物才能养好身体。白之翼听着便明白，其实刚刚他给林阿婆看也明白，主要还是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。他也意识到部落里像林阿婆这样的兽人很多，部落就算是再有实力，也无法完全解决这样的情况。食物缺少，若是有能力的兽人弄来食物，都要接济部落这样的兽人。有能力狩猎的兽人就要挨饿，挨饿身体虚弱就无法狩猎，所以这对部落来说是一个难题。他还是要帮部落多找到一些新的食物才行。白大山道：多谢大人，明日我会送来一些食物。食物自然是从白大山家里送过来，作为首领，只能尽力帮衬部落兽人。叶无兰点了点头，既如此，便可存活下来。叶无兰起身准备离开，只是不知为何，他缓缓转头看过来，看了一眼白之翼，这一眼让白之翼有一种自己被勾魂的感觉，尤其他的视线落在了他的肚子上。白小姐怀有身孕，这几日要多休息。白之翼将手放在了肚子上，不自然的想躲避他摄人的眼神。多谢巫医大人关心。叶无兰飘渺道：白小姐不必言谢，若有什么需要，可以尽管来找叶某。说着，他撑起油纸伞，再次迈入雨中。白之翼收敛了神色，同时不知为何，紧绷的心这回松了口气。白大山安抚交代了格斯几句后，他们这才回去。白大山和朱明以及白硕先回去了。白之翼用干草弄了个小窝，把可以孵化的鸡蛋放进去，不能孵化的鸡蛋就用来做饭吃。看着白之翼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，白鹿担心道：之翼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白之翼摇头道：娘，我没事，这些鸡蛋是受精的鸡蛋，可以孵化小鸡，到时候我们养在院子里，母鸡就可以下蛋，我们每天就可以吃鸡蛋了。公鸡养大了就可以杀了吃肉。白鹿听着这番话，觉得很是不可思议。你是说这些鸡蛋在家里可以孵出小鸡来？对，白鹿惊叹道：若是如此，这也太厉害了，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说法。只是用什么养鸡啊？还有鸡会不会到处乱跑，灼伤部落里一些虚弱的兽人？看到白鹿忍不住担心起来。白之翼安慰道：娘，你不必担心，小鸡刚孵化出来很小很可爱，待大一大，搭建个鸡笼就行了。白之翼将一些说法解释给白鹿听，白鹿这才放心。若真的像你说的这样，可以在院子里养鸡吃鸡蛋，部落里能活下来的兽人就多了，也是大功一件。不过你泡的那些黄豆真的可以做食物啊？白之翼故意卖了关子道：娘，我现在说你也不懂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不过需要白兽大哥帮我打一个石磨，反正部落不远处有岩石，可以用来打造石磨。白之翼跟自己娘说了会话，终究还是忍不住问道：娘，那个巫医他是我们部落的兽人吗？白鹿摇头道：不是，他不属于我们部落，但对我们部落有大恩，救了我们部落很多兽人。白之翼继续问道：那他来自哪里？怎么就做了我们部落的巫医？虽然巫医通常在部落的地位比较高，但舅舅作为首领也不至于对他毕恭毕敬的。那个人身上全身上下透着神秘的气息，让人窥探不到一点
点信息，而且他看着他的时候，为何让他觉得不安？就好像猎人锁住猎物的感觉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。白鹿思索着这道，我也不清楚，光知道他是3年前上一任巫医带回来的人，当时就说他是下一任巫医，至于他来自哪里我们都不知道。上一任巫医是我们部落的人，他的话我们都很信任。再说了，如今的巫医医术比上一任巫医厉害，帮了部落很多忙，救了部落很多人。之意，你别看巫医大人不怎么出现，但你大哥还有你二哥一开始都是他帮忙保住的性命。还有你刚回来也发烧病了一场，人都没意识了，也是巫医大人救了你。在我们兔族部落，他就如同我们部落供奉的神。白鹿说起这些来，都极为感激叶无兰。白之一想了想道：娘，你知道他的本体兽是什么吗？白鹿还从未想过这个问题，他解释道：这个不知道，我们从未见过巫医大人露出本体，大家跟巫医大人接触不多，也只有部落兽人生病的时候会请巫医来部落。白之一又问了一些问题，他娘都一一解释。白之一看着知道了不少，但对这位巫医叶无兰的来历还是不知道，对他真正的信息知之甚少。但既然他是上一任巫医带来的兽人，还是他们部落的巫医，救了部落那么多兽人，他也无需怀疑什么。听着雨声一夜好眠。第二天一早雨停了，白之一顾不得吃早饭，便去找白硕搬了几块大的岩石回来。大哥，你帮我打造石磨，你们也打造一个。白之一一边指导着，白硕一边动手。很快2个石磨就被打造出来了，其中1个石磨被白硕送回了白之一他家院子中。白鹿一早跟白大山出去狩猎了，白川则在家里帮忙。他看着打造出来的这个石磨也很惊讶。白之一解释道：这是石磨，用来磨各种食物，一会磨黄豆的时候给你们示范一下。早晨的时候黄豆已经泡好了，这会就可以直接磨了。当然石磨打造之前，他在舅舅家就已经用水清洗了好几遍。之后白之一用水瓢舀着黄豆往上面捅倒进去一些，就开始转动石磨磨黄豆。下面出黄豆汁的地方放了干净的木桶，不一会黄豆的香味就散发出来了。闻着这股香味，白之一脸上都露出了笑容。食物最原始的香味就是好闻。白硕和白川简直都惊呆了，2个人愣愣的看着，震惊了好一会才回神。好香，明明平平无奇的黄豆，闻着也没什么味道，这样磨出来却如此香。妹妹，我来吧，我来转石磨，我有力气。白硕自告奋勇跃跃欲试，眼中都带着兴奋的神色。白之一便让白硕磨黄豆，眼看白川也想帮忙，白之一提前道：大哥，你多劈点柴火，一会要煮豆浆。好，很快就磨好了。白之一往磨好的黄豆中加水搅拌，然后过滤出豆浆汁来，倒进锅里烧柴火。白川烧火，白之一则搅拌锅里的豆汁。很快豆浆煮好，白之一舀出几碗来。大哥，白硕大哥，你们尝一尝。2个人此时激动又兴奋，也顾不得吃，吹着喝豆浆。这一喝，2个人眼珠子都瞪大了。好好喝，好香，这也太好喝了，喝进肚子里真舒服，真暖和。白之一倒是不着急喝，早晨吃了早饭，他留出一部分豆浆，把另一部分豆浆点卤所需要的卤水。他从空间农家院里拿出来点卤，兽是没有这个，倒是可以用柠檬汁。紧接着，白之一用过滤出来的豆渣打上鸡蛋，摊了几个豆蛋饼，他留了一些，然后用木盘装了几个，又拿了装好的豆浆去看林娥婆。格斯开门后，便看到了山洞内的巫医叶无兰。白之一脸色都一变，提着篮子的手指都僵了僵。叶无兰静静地坐在石凳上，上午的阳光洒落进来，让他背后都多了一丝朦胧迷离的感觉。他低声开口道：白小姐来了。他的声音沙哑轻柔，如同芳沙撩动心弦，让白之一时间分辨不出他的情绪来。既然叶无兰看到了，他也不能装作没来这里。他淡淡一笑道：原来是巫医大人。失敬。叶无兰魅惑众生的眼眸里私噙着一丝浅笑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。白小姐随意便好，无需如此拘束。格斯不懂刚刚的暗涛汹涌，仰头看着白之一，露出崇拜的神色道：白姐姐，你快进来，多亏了白姐姐，她跟着部落里的哥哥姐姐挖了很多萝卜和蘑菇，不会饿肚子。白之一看着格斯的时候，神色温和了起来。格斯，你奶奶怎么样了？格斯认真道：白姐姐，巫医大人救了我阿婆，巫医大人很厉害，我阿婆刚喝了药，说身体都感觉好多了，这会刚睡下。白之一看外婆没事了也松口气，人没事才是最重要的，不要想那些。家里有碗吗？给你带了一些食物。格斯眼睛一亮，赶忙去拿碗了。白之一将竹筒里的豆浆倒出来，一股香味就弥散出来，倒了4碗豆浆，还有这是用鸡蛋和豆渣做的饼，你和你外婆吃。白姐姐，谢谢你，等我长大有能力了，我一定报答白姐姐。白之一笑着道：你现在还小，不要想这些，现在最主要的是跟你奶奶好好生活，小孩子家家的，不要皱着眉头那么忧愁。看着瘦瘦小小的格斯，白之一心中也不是滋味，可这就是部落现状，他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这么一点。他相信时间长了，食物多了，部落就会好起来。白之一跟格斯说话的时候，总觉得有一道视线落在他身上，他能感觉到那是叶无兰。白之一硬着头皮道：巫医大人，不妨尝一尝我做的食物，也想让巫医大人帮忙评判一下，不知可否方便。叶无兰目光落在他身上，眼尾一挑，好。白之一都没想到叶无兰就这样答应了，所以他拿起一碗豆浆递给叶无兰，这是豆浆，用黄豆磨出来的。叶无兰伸手接过，不经意间碰触到了白之一的指尖，白之一仿佛被电着一样，手指快速缩了一下。好在这极快的速度内，叶无兰已经接过了碗。他喝豆浆的时候，动作都慢条斯理，极为优雅。他很高，白之一都要仰头看他，也不知道这样的人如何落入他们这样低等的兔族部落，还成为他们的巫医。叶无兰喝了豆浆，神色一动，轻声道：白小姐做的豆浆很不错，若是部落兽人多喝这样的豆浆，对身体有益。白之一看着他，总觉得他知道很多，豆浆确实对人体有益，而且还很有营养。白小姐怀着身孕，需要的食物也会很多，不过白小姐也要小心。白之一脸色一变，总觉得他的话意有所指，小心什么？白之一神色一下子冷凝起来，你想说什么？他很清楚地感觉到叶无兰话中有话。叶无兰低头飘渺道：白小姐大概不知道雪狼王的情况，整个兽氏大陆也只有你有如此孕育力，能为雪狼王诞下子嗣，而且还是纯血统雪狼，并且天赋非凡。测试时大多时候很有用，但拥有神韵能力的话，测试时可测不出来。白小姐，你说，若是有人知道这些，会如何做？就是雪狼王也会有敌人，所以白小姐要小心。叶无兰声音那么飘渺，仿佛从云端飘过，但她的话却让白之一全身血液都凝固了。待白之一回神的时候，叶无兰已经消失在了原地。大白天的，她还非打着伞，诡异的很。但她的气息消
散后，白之翼才感觉凝固的血液开始流动。白姐姐，你怎么了？白姐姐，刚刚巫医大人是不是也觉得豆浆好好喝啊？格斯刚刚完全听不到巫医大人和白姐姐在说什么。白之翼也意识到，刚刚叶无兰用了秘法传音，只有他能听清楚，但他说的那些话，那些消息，也让他意识到一些是被他忽略的事情。所以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一只小雪狼吗？他本以为是个兔狼兽呢，原来是小雪狼吗？想到睡梦里梦到的小雪狼那么软萌可爱，白之翼心都要化掉了。无论如何，他都要变强保护好他的孩子，他要加速提升异能力。只是叶无兰为何要告诉他提醒他这些？他这么好心的吗？白之翼持怀疑态度。白之翼回神道：对啊，等你奶奶醒来也让她喝豆浆。白之翼跟格斯告别后便回了家。此时白硕和白川正坐在木凳上陶醉的吃着豆蛋饼，看到白之翼回来，两个人兴奋的围上来。妹妹，你回来了。妹妹，接下来我们做什么？白之翼笑着道：你们不用如此节省，想吃就多吃点，咱们还可以多做，以后咱们的食物还会更多，比这美味的还有。看着白之翼自信的神色，白硕和白川自然也相信他说的话，很是幸福他。静置好了，接下来就是压模。白之翼之前让白硕凿了一个大的模具，清洗干净，然后把静置好的东西放进去，用布包着压模具，上面压上石头，这样压一会，中午就可以吃豆腐了。白之翼觉得食物足够的话，一天还是要吃3顿饭，这样营养能跟上。白硕和白川问他们接下来做什么。大哥可以把这些苎麻皮撕下来，昨天把苎麻带回来就放在院子里没动。好，两个人全身都是干劲，快速的包苎麻皮。很快苎麻皮包好了。妹妹，接下来怎么弄？白之翼道：先放水里浸泡，浸泡个几天后，我再告诉你们接下来做什么。待白硕和白川回来后，又闻到了一股香味，原来是豆腐已经压好了。白之翼正在用刀切豆腐，白硕和白川看着豆腐都惊讶不已，都不知道怎么那些豆腐汁这样就凝固了，他们觉得很神奇。白之翼切了2块豆腐给白川和白硕，大哥，你们尝一尝味道。白硕和白川感觉豆腐热乎乎的，放进嘴里咬了一口，真的又软又香，好吃。白硕激动道：妹妹，有了这样软的食物，很多牙齿不太好的兽人就不用担心咬不动食物了。白川道：就算是瘦肉切细了炖的时间长，一样软烂可以吃。白硕一下子拍了自己的头道：哎呀，我差点忘了。对啊，现在不像以前了，现在大家学会蒸煮食物，可以蒸煮的时间长一些，反正木柴有的是，还有红薯，那也是又软又香，还带甜味，也好吃，每样食物都好吃。这是白硕的心里话。他看着妹妹，都觉得上午的阳光洒照在他身上，让他都带着神圣的光芒。白之翼笑着道：这才哪到哪，这山林里的食物多了去了。对了，白硕大哥，回头你可以组织部落里的人一起去采摘黄豆，可以教大家磨黄豆制作豆浆，至于做豆腐还需要柠檬，回头采摘了柠檬再教大家做豆腐。白硕道：那让大家每家打造个石磨，那样会不会太麻烦？白之翼道：不必如此，可以部落一起搭建一个屋子，专门放石磨，部落兽人谁想用石磨就可以去磨坊用，等冬季来临之前，我们去集市兑换东西，甚至都可以拿着豆腐去兑换。白硕激动道：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，还是妹妹有办法，感觉今年我们兔族部落可以好好过一个冬天了，应该不会饿肚子。想到这里，白硕感觉身心都轻松了不少，吃着豆腐，脸上都露出了笑容。中午白之翼做了萝卜豆腐锅，用萝卜豆腐五花肉炖的，白硕和白川每个人喝了2大碗。白硕有点愧疚感，感觉一上午什么都没做，就一直在吃，中午吃饭是不是有点浪费食物啊？白之翼很理解他，白硕大哥，若是食物充足的话，最好还是一天吃3顿饭，这样你身体有营养，才会有力量补充，否则你饿着肚子都会没力气的。况且你不是也想着能早早突破6阶吗？多吃食物也有帮助，光早晨吃1顿饭，中午不吃，如果在剧烈活动狩猎，下午很容易饿。白硕点头道：妹妹说的有道理，还是听妹妹的，确实吃饱了饭很舒服，感觉身体力量也很充盈。接下来的几天时间，白硕就带着部落众人采摘黄豆，储存黄豆。当然白之翼又在林子里发现了几样食物，白硕也带着大家在部落中间建了一个大的磨坊，放了2个大的石磨，方便以后磨东西用。就在众人忙碌着的时候，这天下午，雪幽尘提着被绑着的卡塞出现在了白之翼的面前。雪幽尘出现的时候，白之翼正在往罐子里放调好的白菜。这几天忙碌起来，他都差点忘记了雪幽尘，所以当雪幽尘出现的时候，白之翼都愣了一下。雪幽尘看到白之翼的一瞬间，眼中克制的思念便如洪水泄洪一样涌了出来。他上前几步，来到白之翼面前，伸手将他轻轻抱住，闻着白之翼身上芬芳的气息，雪幽尘才有一种真实感。他低声沙哑道：想我了吗？白之翼闻着雪幽尘身上清冽的冷香，也有一种安心的感觉。想。被他抱着这一刻，他发现自己是想他的。他身上清冷的暗香，淡淡的却很迷人，是他喜欢闻的气息。白之翼乖巧的说着想那一瞬间，雪幽尘都有一种将他揉进心口深处的感觉。白之翼大概闻到了淡淡的血味，脸色一变，赶忙从雪幽尘怀里出来，看着他担心道：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怎么闻到了血味？雪幽尘温柔的抚摸着白之翼的头发，眼中温柔的都能滴出水来。他轻柔道：没受伤，是别人的血。听到这个声音，白之翼这才注意到旁边被捆绑流血的卡塞。卡塞跪在地上，狠狠地瞪着白之翼，眼神中带着狠厉和妒忌。若不是嘴巴里塞着东西，他可能都已经骂人了。白之翼看着他道：他是猫族兽人。雪幽尘眼中瞬间带上了寒意，他便是卡塞。猫族的事情已经完全解决了，他交给你来处置。放心，他已经被废了经脉，没有能力已经是废人了。还有，这是你大哥的天赋骨。雪幽尘从卡塞身上取了出来，放在了空间界中。白之翼看到了后神色一动，如此他就可以让大哥恢复实力了。白之翼心中都有些触动，他看着雪幽尘道：谢谢你。雪幽尘轻叹一声道：傻瓜，不用说谢谢，他为他做任何事都甘之如饴。不得不说，看着卡塞跪在地上成废人的样子，白之翼觉得很解气。他来到卡塞面前，蹲下身来，将卡塞嘴巴里塞的东西拿下来。卡塞直接破口大骂道：白之翼，你凭什么能得到雪狼王？你凭什么？两个人旁若无人的拥抱，让卡塞都要妒忌的发疯。白之翼，你是被皇城赶回来的假千金，是个废物，你个被兽皇抛弃的雌兽，被嫌弃的雌兽，你有什么资格站在雪狼王身边？雪狼王，你不要被他给骗了，他是所有人都厌恶唾弃的雌兽。你看看我，我对你一心一意，痴心不已，我会只有你一个受服。就算是这回，卡塞依然用痴迷不已的眼神看着雪幽尘，但雪幽尘连个眼神都不给他。雪幽尘的眼神都在白之翼身上，带着温柔的色泽。卡塞心中妒忌的要发疯，白之翼任由卡塞骂着也不恼怒，他只是一巴掌狠狠扇在了卡塞的脸上。噗！卡塞一口血
直接吐了出来，脸直接都被打肿了。你别想了，血幽尘是我的受缚。卡塞狠狠瞪着白之翼，若是眼神能杀人的话，他恨不能杀了白之翼。凭什么？你在皇城的时候，权贵雄兽们都瞧不上你，血狼王怎么可能看上你？你是不是用了什么手段？白之翼听着这番话也没去反驳。前身在中区皇城的时候，确实是万人嫌，不过那也是被人给算计的，而且被放逐到北区路上，他还遭到了追杀。若非前身化身本体逃窜，估计早就死了。总有一天，他会把一切都讨回来。白之翼懒懒道：“你也可以这样认为，不过你对我既然这么了解，那我倒想问问你之前是否故意针对兔族，或者说你是故意挑中我大哥，故意害我大哥，是不是？北区猫族附近都有很多兽族，有实力的年轻一代雄兽也不少，就算是卡塞要算计，也不至于那么巧的就挑中他大哥。况且卡塞竟然对他如此了解，若说这其中没有阴谋，他不信。”卡塞听着这些问话，哈哈的笑了起来，哈哈，白之翼，你想知道，我偏不告诉你，你以为你回兔族就没事了吗？简直太可笑了，白之翼，你太自以为是了，可恨啊！没杀了你大哥，早知道我就应该早点动手，早点灭了你们兔族部落。啪！卡塞猖狂笑着说着的时候，白之翼又一巴掌扇了上去，卡塞恨得要死，也动不了，他只能跪着。白之翼这会直接拿出刀来比划着卡塞的脸，你不说啊，那我就将你的皮一点点剥下来，从脸开始吧。卡塞脸上的表情一僵，看着白之翼冰冷的眼神，他看出来白之翼是认真的。你要做什么？白之翼笑了笑，当然是剥皮毁容。卡塞看向血狼王血幽尘道：“王，你都看到了，他就是个狠辣的雌兽，你要看清他的真面目，不要被他给骗了。”他大喊大叫，可惜血幽尘看都不想看他一眼。倒是白之翼回过神来，看向血幽尘道：“我确实很坏，不是个好雌兽，你要是现在反悔也来得及。”白之翼并不是依赖旁人的人，跟兽是想依靠兽夫生存的雌兽不一样，他靠自己也能生活得很好。这几天木蜥异能增强了不少，假以时日，他便能恢复末世的实力。血幽尘自始至终都是温柔的神色，坏一点好，别受委屈，被欺负了就好。说着，血幽尘上前轻抚他的眉眼，温声道：“我既是你的受缚，便永远是你的受缚，这一点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。他不会离开他，更不会后悔。你想如何便如何，不必管旁人怎么说。况且名声都是虚的，他的之意这么好，是皇城那些人愚蠢看不到他的好，这样也好，他都恨不能将他的之意藏起来。”噗！卡塞简直不敢相信血幽尘说的话，他用狠厉的眼神看着白之翼道：“你想知道，我偏偏不说，你哪怕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说。”就在这时候，血幽尘身上一股强大的压力直接对着他压下来，噗！卡塞直接趴在了地上，全身仿佛都要炸裂了一样。待他腿骨咔嚓碎裂的时候，卡塞尖叫出声：“啊！我说！”血狼王这才把威压收了回来。卡塞趴在地上大口喘息着，是来自皇城的一个兽人联系我，让我这么做的。1年前他就找到我，要杀了你大哥，灭了兔族。他知道我拥有一半魔兽血脉，以此威胁我说我实力弱。那个兽人告诉我，我那一半魔族实力可以吞噬白川的天赋谷，提升实力，待我提升实力便可以被猫族重视，号令猫族灭了兔族。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，但我只能感觉到他每次说话很厌恶你，他的实力很强，我很害怕。白之翼听着这些，眼眸危险的眯起。皇城的兽人无非就是那么几个势力，那个兽人什么样子？卡塞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他每次都是兽人形，穿着黑衣，看不清样子。那布料纹路肯定来自皇城，而且他手中有皇城白家的令牌。皇城白家，那就是白之翼曾经待的家族。皇城贵族兔族白家，也是真千金白梦英如今待着的家族。若说跟白梦英无关，他还真不信。”白之翼继续问道：“前几天森林里出现了被魔气侵袭的野兽，也是你安排的？”卡塞点头道：“不错，都是我做的。凭什么我拥有一半魔族血脉就无法在这里生活？凭什么魔族要被封在迷雾森林外？都是兽人，魔族的环境却要那么恶劣？”白之翼嗤笑一声道：“呵呵，你竟然说凭什么？因为曾经你们魔族曾经攻入兽氏大陆，杀了那么多无辜的兽人，你们只知残害无辜兽人，就是你都想杀害我那一心一意对你的大哥。”卡塞愤怒道：“谁让你大哥有你这个废物万人嫌妹妹？是你得罪了中区皇城的人，是你连累了你大哥。若没有你，我怎么会知道你大哥是谁？又怎么会浪费时间算计你大哥？哈哈！不过一般兽人就算是有好几阶的能力，都没有天赋谷，但你大哥有，正好能让我掠夺能力，也能让你大哥发挥作用。”卡塞一想到天赋谷，就一副贪婪疯狂的样子，那种力量丰盈的感觉实在是太让人激动了，那就是强者的感觉。可惜如今被血狼王取走了，卡塞心中特别恨，为什么血狼王看上的雌兽不是他？他比白之翼强多了。白之翼周身笼上一层寒霜，他手中的刀直接插入卡塞的身体里，然后狠狠一脚，卡塞疼得尖叫出声，但因为刚刚就被折腾的没力气了，就算是声音都很弱。但他对上白之翼冰冷带着杀意的眼神，这样的眼神让卡塞全身都狠狠哆嗦了起来。是谁说白之翼是废物的？这样的眼神怎么可能是废物？白之翼，你杀了我也没用，总有人不会放过你。白之翼嘴角勾起，带着慵懒的笑容道：“那好啊，来一个杀一个。”卡塞觉得这回血幽尘总能看清白之翼真面目了。血幽尘应该厌恶白之翼了，可他抬头去看，却发现血幽尘看白之翼的眼神怎么还带了心疼的神色？不！卡塞尖叫着，白之翼又问了一些问题，把想知道的都知道了，这才放下刀。最后血幽尘心疼的拉过白之翼，拉着他的手放进水盆里洗手。下次我让手底下的人动手，别脏了自己的手。血幽尘轻声问道：“可需要大哥回来亲自处理卡塞？”白之翼摇头道：“不用了，大哥根本不想见到他。对大哥来说，天赋谷拿回来了就好。”血幽尘点头，然后拍了拍手，2个血狼属下出现，将人处理了。这里处理了，是一个血狼属下将卡塞带走了，一个将院子清理干净，清理好后，也如同一阵风一样消失在了原地。血幽尘看着白之翼脸色并不是很好，心疼的摸了摸他的头发道：“还生气吗？”“不了，就是在想事情。”他在想皇城那个真千金白梦英的事情，若说跟白梦英无关，他可不相信。不过眼下不是去跟白梦英抗衡的时候，而是快速提升自己和部落的实力。思想到什么，白之翼转头看着血幽尘道：“你也看到了，我有些坏，这就是我真实的样子，你介意吗？”血幽尘温声道：“傻瓜，怎么会？这样就很好，只要别让自己生气受委屈就好。世界的规则就是弱肉强食，竖起刺来保护自己是最正常的事情。”白之翼伸手一把抱住血幽尘的腰，闻着他身上清凉的气息，他内心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。血幽尘，你真好，之翼也很
很好。雪幽尘抱着白之翼，温声在他耳边解释一些事，还有猫族也不必担心，所有牵涉到魔族事情的猫兽都被处置了。至于几个无辜的猫兽被拔了利爪，分散一些杂居部落了，翻不起风浪来。至于卡塞背后的兽人，我已让人去调查了，不必担心，总会水落石出。这2天给你大哥用药调养一下身体，便可重新接天复古。简单的几句话就让白之翼心情平复，心情好起来。我知道了。似想到什么，他明媚一笑道：对了，这几天你不在，我研究了新的食物，今晚我亲自下厨做给你吃，刚好做的红薯粉丝晒干了，娘和大哥都说等你回来一起吃。白之翼絮絮叨叨的说了这几天的事情，说得很详细。雪幽尘认真耐心的听着，看白之翼的时候，如画的眉目散发着温暖光泽，能让人如沐春风。大概没听到雪幽尘说话，白之翼放下手中的红薯粉丝，眨了眨眼睛道：雪幽尘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怎么都不说？雪幽尘看白之翼转身看过来，他好笑的看着他，我在听你说。风轻轻吹过，有一片落叶落在白之翼的头上，雪幽尘轻轻伸手给他拿去，同时温柔的将他的发丝整理一下。白之翼眉眼弯弯的看着他，长长的睫毛轻轻扇动，如同铺开层层叠叠的阳光，照进了雪幽尘的心里。雪幽尘的眼神更加温柔了，只是他眼神中哪怕带着缱绻的神色，靠近他的时候依然克制的很。白之翼抬头看着他克己复礼、金贵克制的样子，似想到什么，故意问道：雪幽尘，你哪怕什么都不做，就有很多雌兽为你着迷吧？你说你做了我的受妇，若一个个的雌兽都来妒忌我，可如何是好？雪幽尘听着他这番话，敛了敛神色，认真道：你跟我回雪狼族，我们举办节气大典，宣告天下，谁敢伤害你，便是雪狼族的仇人，不死不休。白之翼都被这番话给惊住了，本来他就是开玩笑想问问雪幽尘，哪想到他会如此认真。不用，这样就挺好，他可不想那么高调，从此之后就跟失去自由一样依附雪狼族生活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，他能感觉到他对他的用心和呵护。之翼，我要的不是谢谢。白之翼眨了眨眼睛，踮起脚尖来，唇瓣落在了他的脸颊上，这个做感谢呢？雪幽尘身上清冷的气息仿佛一下子变了，温柔如画的眼眸也暗了暗。之翼不够，他说着，一把拦住白之翼的腰，拽进自己怀里，手臂收紧，然后低下头来吻了下来，一瞬间便夺去了他的呼吸。过了许久，雪幽尘才微微放开白之翼，他唇瓣贴着他的唇角，然后缓缓落下，然后在他的颈侧辗转，最后呼吸浮在他耳边，带着沙哑蛊惑的音调：之翼，我们回山洞好吗？温热滚烫的气息缠绕在颈侧，白之翼根本招架不住。一旦回山洞，他知道意味着什么。他看似清冷不食人间烟火，可真正那什么的时候，他都有些承受不住。这一晚上他估计都不用出来了。白之翼赶忙回过神来，咽了咽口水，定了定心神道：一会娘和哥哥就回来了，先吃晚饭好不好？白之翼轻轻拽着他的衣袖，软糯轻甜道：我想给你做红薯粉丝尝一尝。此时他的嗓音本就有些哑，在低声说话，英明娇柔，带着撒娇的音调。雪幽尘心都软得一塌糊涂。此时他就算是要天上的星星，他都会想办法给他摘下来。他压下了身体里涌上的海浪，温声道：好，你说什么都好。白之翼暗中缓缓松了口气，一会我做好了，你尝一下味道就知道很好吃。只是可惜他暂时没找到辣椒，或许这几天都在部落附近转动，若是走得远一些，或许能发现辣椒，用辣椒就可以做很多辣料，做饭做菜做汤都可以放点辣椒调味，很下饭。但这里的兽人大概都没吃过辣，也不知道能不能适应辣椒的味道，但他喜欢辣，尤其冬天用辣锅涮肉会觉得全身都暖洋洋的。接下来白之翼就开始忙活了起来。雪幽尘看着他忙碌的身影道：我来帮忙吧。没事，做粉丝汤很简单的，我先做萝卜丝饼。雪幽尘便给他打下手烧火。白之翼看着他清贵如玉、清冷如仙的样子，感觉烧火的话都有些暴殄天物，但雪幽尘坚持，白之翼便没拒绝了。接着用现成的豆腐炸豆腐泡，做好豆腐泡，他又炒了一些黄豆，撕了几块干净的白菜叶子，切了点鸭血，又将中午熬煮的骨头汤拿出来，这样带娘和大哥回来，直接下锅用骨头汤煮粉丝，把辅料放进去就可以。这几个大碗是我专门让白硕大哥帮忙做的，好用来做汤喝。雪幽尘能看出来，做食物的时候，他身上仿佛散发着一层动人的光晕，而且这种食物哪怕在别的区都未曾见过，还有那萝卜丝饼也未曾听说过。白之翼看着雪幽尘没动，用筷子夹了一小块萝卜丝饼吃进嘴里，你看我吃着没事。雪幽尘无奈轻叹解释道：之翼，我不是怀疑，北区一直被认为物资匮乏，但你找到的这些食物别的区都没有，这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。他的之翼懂得很多，身上仿佛带着一层层神秘的面纱，跟调查的资料信息都完全不一样。白之翼听了这番话便明白怎么回事，笑着道：其实北区物资才是最丰富的，这里会有很多食物，放心，我还会做各种美食，也是中区皇城没有的。那些兽人都嫌弃我们北区贫瘠荒芜，那我们就把北区打造成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，到那时候那些兽人只会羡慕我们北区的兽人，不会再鄙视我们北区了。雪幽尘看着他明媚的笑容，听着他的话，仿佛也看到了他说的那种场景，还真是让人心生欢喜。之翼，你喜欢什么想做什么，应该让我来做，那样你就不会辛苦。白之翼摇头道：我没觉得辛苦，做美食吃这些食物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，你是我的受妇，你对我好，我也想对你好啊，我愿意为你做美食，我也愿意为你守护的北区做点什么，让那些瞧不起他们的人都打脸，就如同他为了他解决了猫族的事情，也解决了卡塞的事情，甚至帮大哥把天赋谷带回来了，这些也都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，但他却都做了，帮他解决了后顾之忧，所以他内心感激，也想回报一些什么。你虽然是我的受妇，但你要是辛苦，我也会心疼，我也会舍不得。雪幽尘听着这番话，心神狠狠一震，他深深地看着白之翼，眼底仿佛有月色水光，这样的你真想藏起来。他的之意是珍宝，他不想让任何兽人知道他的好，可他也知道珍珠蒙尘只是一时的，总有一天会有更多强大尊贵的兽人知道他的好，会争抢他。白之翼被他轻轻一拽，整个人落在他怀里，坐在了他腿上，他很自然地抱着他的脖子，刚准备说什么，门外传来脚步声，白之翼赶忙从雪幽尘怀里出来站直，立马一副正常的样子，妹妹妹妹，我们回来了。白川代一进屋看到了雪幽尘，表情立马收敛了起来。白鹿也回来了，他们都满载而归。雪幽尘很自然地跟着叫娘和大哥。白鹿和白川简直受宠若惊，哪怕明白雪幽尘是白之翼的受妇，但看到雪幽尘他们还觉得有些不真实。此时白之翼正高兴地跟娘和大哥说着话，尤其大哥又砍了很多苎麻回来，还采摘了很多黄豆，最主要的是白鹿扛了一头活着的驴回来。娘，你真的弄来了一头驴啊？白鹿看着闺女惊喜
喜的神色，觉得自己很有用，赶忙放下这头绑着的野驴道：“你不是说用野驴可以拉磨吗？还画了样子。前几天专门找没找到，今天恰巧碰到了，我和你舅舅就抓了回来。不过咱们部落没有养野兽的先例，真的没问题吗？”白之义开口解释道：“我们弄个驴棚紧紧拴起来就行了，平日用的时候拴在石磨旁边，让它转动石磨，到时候娘你和大哥就不用那么辛苦磨黄豆了。”白之义想多做一些豆腐衍生品，类似豆泡、豆腐皮等，晒干放起来也能多放一些时日，不用每天都做这些，这样也能节省劳动力。前几天大哥都没怎么出门，就在家里磨黄豆做豆腐，好在部落众人知恩图报，出去采摘了食物都会送来一些。白鹿把驴用藤蔓拴好腿脚，白之义便赶忙炖煮粉丝，很快浓浓的香味散发出来。白鹿和白川忙活了一整天，早就饿了，也顾不得形象，开始吃了起来。好吃，真好吃。白之义看向雪幽尘，雪幽尘对上他的眼神，便知道他想问什么。他清雅一笑，温声道：“味道不错。”白鹿看着女儿女婿的样子，心中微微放心，他能看出来雪狼王对女儿很用心，应该不单纯是因为责任才照顾闺女。雪狼王对白之义应该有感情，有感情就好。白鹿吃饱后才开口说话道：“这种食物简直让人惊叹，若不是闺女教导做法，让他想都想不出来。不过咱们家里的陶罐陶缸不够了，回头是不是可以用这些食物去集市兑换？”雪幽尘开口道：“娘和大哥需要多少，我让人送过来。”白鹿赶忙道：“那怎么行？虽说雪狼王是他闺女的受父，但他们兔族跟雪狼族根本就不是门当户对，等级差别太大了。哪怕雪狼王看着对闺女有点感情，但雪狼族还有那么多族人呢。他这几天想起来的一些记忆虽有些模糊，但他知道他曾经天真的跟一个受父去过皇城，后来发生的事情真实的打了他的脸，所以在白鹿看来还是要自立自强。再说了，为了点陶罐陶缸就麻烦雪狼族，那就是给闺女添麻烦。雪幽尘刚想再劝说什么，白之义放下筷子随意开口道：“不用那么麻烦，我找时间咱们把陶罐烧制出来就是了。”他这句话让白鹿白川都惊呆了，就是雪幽尘手中动作都一顿，似乎都震惊了。陶罐还能自己烧出来？白川听着这句话也是惊得瞪大眼睛。妹妹，这个陶罐陶缸据说是别的区某个部落掌握的一种能力，制作陶缸陶罐的方法是他们的秘密，只有那个部落一小部分族人知道，方法根本不外传，也都是一些商人运送过来，在集市上售卖，我们才能用东西兑换。他们部落也就他们几家有这些东西，有的还是娘年轻时候作为6阶实力，狩猎能力强，拿猎物以及野兽皮兑换的。白之义开口道：“待过几天抽个时间烧出来，你们就知道其实烧这个很简单，并不麻烦，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秘密。”白鹿心中震撼，好一会回神道：“若是我们部落真的能烧制陶罐，那我们部落就不一样了，要是我们也拿去集市售卖，绝对能引起轰动。”白之义认真道：“娘，我们部落现在实力不行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我们实力跟不上，却掌握这种技能，会被别的部落抢夺灭杀，所以陶罐烧出来后先部落内部用，待部落整体实力提升后，我们才能拿出一些东西去集市兑换，或者去集市摆摊。”吃完饭，白之义看着白川认真道：“大哥，卡塞死了，猫族的事情被解决了，你的天赋骨也被雪幽尘带回来了，我们打算给你调养2天身体后，给你把天赋骨接回去，这样你就能渐渐恢复实力。”白川听到这番话全身一震，简直不敢相信，这是真的吗？白之义看着大哥的样子，他笑着道：“当然是真的。”此时雪幽尘也从空间界里拿出了天赋骨，白川立马就能感觉到那就是他的天赋骨，他眼眶一红，忍着眼泪道：“殿下，谢谢你。”白川说着就要跪下，雪幽尘拖着没让他跪：“大哥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必如此。”虽然如此说，但白鹿和白川都极为感激雪幽尘。随后雪幽尘手指一动，从空间界中又拿出了几样药材，解释道：“要修复天赋骨需要一些药材，我带了过来，大哥先把身体调养几天再接骨，接骨的时候需要巫医来接骨，就算是雪幽尘拥有9阶实力，也不是医生，他无法替代巫医的职能，若是需要的话，我从雪狼族带巫医过来。”白鹿赶忙道：“不用那么麻烦，我们兔族有巫医，巫医大人也很厉害。”雪幽尘并不知道兔族巫医是谁，但既有巫医，便能帮白川接骨。倒是白之义想到了叶无兰，不知为何想拒绝，但看到娘和大哥的神色，想说出口的话便咽了回去。吃过晚饭后，白之义和雪幽尘去旁边他们的山洞休息，两个人都极爱干净，所以要先洗漱洗澡。雪幽尘先照顾白之义，待白之义坐在水缸里的时候，雪幽尘走上前为他将水桶里的长发整理好，温声道：“我来照顾之义。”仿佛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。殊不知白之义脸直接红透了，虽然今晚的月色不太明亮，可洞内还是洒照进一丝月光，要是雪幽尘什么都看清楚，那他简直都要羞死了。白之义感觉到浴缸周围都被雪幽尘的气息环绕着，心弦轻颤着：“雪幽尘，我自己来吧。”雪狼一族在夜晚的时候夜视能力极强，所以能把一切都看得清楚。雪幽尘目光暗了暗，看着他玉颊都带了红，便知道他害羞，遂低声道：“好，我就在旁边，之义需要什么叫我。”好。白之义快速的洗漱好，雪幽尘看着他湿漉漉的头发，先给他把头发弄干。其实不用，头发多擦一擦自然晾干就行。你不是火系能力，贸然这样为我弄干头发会对你的冰系力量有反噬。雪幽尘根本不听劝，无妨，他不在意这些。作为受夫，他只在意能不能照顾好他的之义。只是提起火系能力，想到白之义若有一天有一个火系能力的受夫为他烘干头发，为他做这些事，他便有一种要发疯的感觉。雪幽尘压下心中躁动的情绪，继续手上的动作，照顾好白之义后，雪幽尘才去洗漱。白之义便躺在床上有些发呆走神，想到一会可能会发生什么，想到曾经跟雪幽尘那一晚的场景，他竟然有一种心跳加速、口干舌燥的感觉。待雪幽尘躺上来后，白之义鼻息间都是他身上的气息，很干净很好闻，让人迷醉。之义，过来。白之义躺在床的最里侧，恨不能缩进里面，但听到雪幽尘清幽蛊惑的声音，他本能的往他身边挪动了一下。雪幽尘看着两个人之间的空隙，无奈一叹，伸手一把将他揽进怀里。他低头看着他，手指轻轻抚摸着他的唇瓣，低声在他耳边道：“之义，躲那么远，在怕什么？没有，我才没有怕。”雪幽尘看着他跟鹌鹑一样，轻笑一声，也不拆穿他，只是慵懒道：“那就是不怕。不过上一次，之义可是胆子大得很。”白之义心中忍不住呐喊：“啊，不知道，别问他。刚穿越过来那天的山洞，他以为是做梦呢，所以胆大得很。现在他感觉全身都很滚烫啊。”雪幽尘掀开被子，一个翻身，他腿压在他两侧，一只手压在他头的一侧，另一只手开始缓缓解开里衣。他明明气息带着禁欲的气息，可一举一动优雅中带着蛊惑。白之义看着他完美的身材，猝不及
房的一股热血涌上来。